这支队伍，你要是让我当这个大队长，不出1个月，我保证把承德给你拿下。没错，我们打鬼子经验丰富，短短半个月，我们就打退鬼子4、5次进攻，这叫什么？白云洞大捷。大队长，车没油了。哦，那这样，你先教他们熟悉一下零部件。这油呢，荣石过2天会给我们送过来。嗨，啊，那我们再去练练。好。哎，这就是那8万啊！什么8万？9条。我们这支队伍啊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，所以说，这个大队长不能给你当。不合适是吧？2队长也行啊。咱们先尝试着合作一阵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队伍还是由你带。咱们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打鬼子吗？咱们可以暂时合并。这时间久了，如果能合并，咱们就合并在一块儿；不能合并，那咱们就各走各的。那你的意思，我跟我爹还是我们那支队伍的头呗？对，没错。啊，这，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行。不过呢，既然是合作关系，咱们就得考虑整支队伍的声誉，就不能像你们以前一样，咱们得定几条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第一，不能祸害老百姓。像你们以前打家劫舍那套玩意儿，是不许再玩了。第二，行动发起的时候，你们必须统一听我指挥。这也得让我爹再好好考虑考虑。秀娟姑娘，徐大少爷他好点了没？刀捅进了他的内脏，得慢慢养。啊，我赶集去买点好吃的，补补。哎，谢谢。我一会儿也去一趟城里买点药回来，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哎，你放心，听见没？不许对任何人讲。知道了。哎。这捅进了内脏，没个把月下不了床。自己玩啊，小心点啊！来，葛大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在灶台底下挖了个洞，万一鬼子来了，也有地方躲呀。谢谢你。你们想的真周到。嘿，这徐大少爷替我们杀鬼子，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娘。对。这2个人心里都有死结，解开这个死结，恐怕比把他们送出承德还难。我尽量。荣石的工作你也要做。如果能愿意为我党工作，以他和热河各地各界的关系，对我们会方便很多。我看实际吧。按照约定，我们会在明晚以前把物资交给日本人。他们的军火库被炸过一次，这一次一定会格外小心。估计护送的队伍不在少数。那好，我们走了，多保重。好，保重。大队长，有人来了。快去救我哥！在哪儿？在多伦。多伦。荣义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多伦，我把徐景川放在葛家屯的一户人家里养伤。好，你听好，现在这个时候回承德反而危险，不如就让他在葛家屯养伤。你从多伦多挑几个兄弟过去保护他。好。还有，注意安全。大小姐，
日本人正挨个屯子搜呢，差不多快到葛家屯了。听说昨天晚上小鬼子已经整整搜了1个晚上了。哎呦！哥哥，你能不能教我射箭啊？为什么要学射箭？日本鬼子到处杀我们中国人，我要把他们赶出中国。哎，旭东，旭东啊，快，鬼子来了！快！快！鬼子来了！鬼子啊！来，快！哎，打开！徐少爷，徐少爷躲一躲哦，来，躲一躲啊！小心，拿上！哎，来，徐少爷，你委屈一下，里边掏了个洞，通到院子里，不会太憋得慌啊！来，老婆子，快！慢点啊！谢谢。快跟奶奶走，老头子，我把孙子带柴房了。哎，快盖上！来，盖上！来，烧火啊！阿哥，怎么了？不见！嘿，怎么了？不见！阿哥！哎呀，不能啊！哎，老总不能拿呀！拉呀，那个，哎呦！爹！别跑了！别！快了，写意。米德罗，快去！别！别！大小姐，等一下！大小姐，徐大少爷呢？在葛家屯，日本兵已经来了。快上车，带我们过去。走。我，赢家。俺が先だ。俺が。どけ。頑張れ、俺がやる。分かった。一緒に。来たね。呸！帰れ！你们先去侦查一下。我去。不行，我们都不能露面。快去！大小姐，有日本兵！快掩蔽！看来他们没有找到徐锦川。他们是不会留活口的。徐锦川会不会已经死了？放心，如果被杀死的话，一定会把尸体带上，否则没法向上面请功。既然日本人已经走了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。我想这里应该很安全，不如就在这里养伤吧。大小姐，我要回康远给兄弟们料理后事，这些兄弟跟你留下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掩护徐锦川逃走。大小姐，二小姐，可以跟你们说几句话吗？说什么？
对不起。你怎么了？我是日本人，进攻鹤岭，我也参与了。我曾杀死8个鹤岭军人。我不奢望得到2位小姐的原谅，但是我希望2位小姐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。姐，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，他是义勇军战士。昨天要不是他搞到那辆运兵车，你们很难出承德。请大小姐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留住我，给中国人做点事情。大小姐，把剑放下吧，把剑放下好吗？他是军人，他没有选择。你先回去吧。对不起，我会竭尽所能，为我，为日本人，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赎罪的。到现在，听到日本2个字，我还会条件反射的想去抽筋。在我们家倒下的那些冤魂，每天还在我耳边呐喊。从感情上，我无法接受他的道歉。他想要一次原谅的机会，但是谁会给我的亲人一次活命的机会呢？日本人的军备什么时候到？就这1、2天，我们在等荣时的消息。大小姐，你和吕良彪都是难得一见的打仗好手，除了打仗，你们还能执行很多特殊任务，这些都是我们急需的。你不愿意留下来，如果吕良彪也……我爸妈、我姐夫，还有几10个亲戚朋友，都是他杀死的。所以，吕良彪是个军人，军人就是这样，对错不是他们的事情，他们只知道服从命令，他们没有选择。发布命令的人，才是我们真正的仇人。他们没有选择，我们有选择吗？谁杀了我的亲人，我就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如果你们能放下对他的仇恨，他能帮助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希望你能为大局着想，像原谅9条义夫一样原谅他。それではそやつが空長に代わりに金城に命令を伝えたと。はい。その声を聞けば、
分けることはできるか。はい。少佐に伝えろ。任務中止。無用な損失を抑えろと。はい。おそらくは。井口君、論旨の提示だ公明の送認はいつだ。明日です。私は直時に出向く。大塚も連れて。明日の送認には論旨の提示だは南に必ず来るはず。灰の一言を教え込む。大塚によく聞いてもらい、もういなければ一人指さしてもらえばこれであろう。はい。二少爷出来了啊，索爷，我哥说让我过来接你，他正给那5位兄弟选坟地，你去不去看看？去，走。走。大少爷，休息会儿，让弟兄们干嘛？当兵的时候，有战友牺牲了，都是要亲自给他们挖墓穴的。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后一点事儿啊！啊，老叔，好，来，给我吧。以前总觉得打仗特别过瘾，没想到这么难受。哎，打仗嘛，总会有牺牲的。下一个还不知道该谁呢。大少爷，葬礼还是从简吧，尽量不要太张扬。不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。等把鬼子打出热河之后，我要让全热河的人都知道，他们不是什么汉奸，他们是抗日志士，是民族英雄。安排下去，明天荣家所有商号全部歇业，所有兄弟全部到场。是。大少爷，有些事情，我想应该让你知道。我们很多弟兄，以前都是义勇军的战士，都是在东四省打散的义勇军，是我把他们吸收过来的。是啊，没有打过仗，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战斗经验呢？大少爷，索爷，我回来了。康源那边弟兄们的后事料理完了，今天上午都安葬了，弟兄们都撤出康源了。可惜了，没能亲自给他们下葬。我非常清楚，这样的牺牲以后还会有。但是我们会把所有兄弟的名字都记下来，因为每一个为民族尊严付出的生命，都是应该被记住的。我明天一早要回趟承德。荣家死了好几个兄弟，我都很熟。康源那些兄弟的葬礼，
我就没来得及感受。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。你就不用再来了，这里有他们照顾我就行了。谁愿意照顾你？你未婚妻，她是香港人。是，香港人，叫孙千雅。谁问你那么多了？你手臂什么时候受的伤？是小时候，因为要爬到屋顶，看一个拉小提琴的小男孩掉了下来。就是从那个时候，我知道，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叫小提琴的东西，它可以拉出那么好听的声音。那个人，他在我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之后，就消失了。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放手！走！放开我！快点！新津大佐、主人川の彼女が着きました。よし。明日朝一で聖徳へ向かう。はっ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将军。我的兄弟是为关东军而死，他们甚至不值得让你们为他们鞠上一躬吗？对不起，荣会长，我不太了解承德人的丧葬风俗。弟兄们，不知者不罪，放过他们吧。
将军可能有所不知，在我们承德有个规矩，如果在葬礼上没有鞠躬，死者就会阴魂不散，一直缠着他们。请你不要在我兄弟的葬礼上发出笑声。哼，没规矩。哥，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一眼。我先走了。嗯。将军不要介意。自从参观了贵军的酷刑之后，他见了日本人就搂不住火。好几次差点杀了城门口的日本兵。景侯，告诉城门口的士兵，以后再也不许阻拦容大小姐。嗨，多谢，请回吧。等一下。想必荣会长已经知道了，我大日本皇军的队伍里也渗进了抗日分子。这我倒没想到。但是我想，就算他们在避暑山庄有内应，要想顺利的救走吕良彪，也仍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但是，我对荣会长对皇军的忠心是深信不疑的。将军，我要再纠正你一下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不存在谁对谁忠心的问题。合作也是需要诚意的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荣会长是个诚信的商人，但你这些手下，将军怀疑我的手下也渗入了抗日分子。荣会长，你手下这些人比我日本本土士兵还可靠吗？其实很简单，让我的人逐一辨认一下，大家的嫌疑就摆脱了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但是很屈辱。我的这些兄弟是为你们而死，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嘉奖，反倒招来你们的猜忌。现在你又要对我这些活着的兄弟进行逐一审查，弟兄们怎么看我？如果他们之中真有抗日分子，你就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交代。如果没有呢？如果没有，请问你如何收场？这就不劳荣会长操心了。我当然要操心。如果是常绿林，他会让他手下的一个士兵随便指认一个，或者屈打成招，或者杀人灭口。我们关东军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哼哼，常绿林是个卑鄙小人，他经常玩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。当然，我也相信将军的人品。可将军这些手下，我同样也不放心。这么说，荣会长坚持不让查了？查也可以，但是将军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将军必须明确地告诉你的手下，不能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就随便诬陷我的兄弟。否则我绝不让查，宁愿翻脸。那第二呢？第二，我要亲自和将军一起盯着，以防有人作弊。第三，如果我的手下没有问题，将军必须要对我荣家所有的兄弟进行郑重的……算了，这个条件就不提了。我可不希望
逼着将军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。2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现在我的人可以查了吗？大塚、事前の計画通りだ。見極められなければ誰でも一人指名しろ。将軍殿に気まずい思いをさせるな。いいか？聞かれてないでしょうか？まさか奴らには日本語は分からん。荣会长，你的意思我已经转达到了。耿宇，他们说什么？井口中佐对这位大冢次郎说：“按照事先计划，如果辨认不出来，随便指认一个，以免将军下不来台。”大冢次郎问：“他们会不会听到？”井口中佐说：“放心，他们听不懂日语。”哼，和常绿林一样，卑鄙小人呐！水姐，让弟兄们子弹上膛。有人敢为难我们荣家兄弟，跟他拼命！是。子弹上膛！告辞了。请留步。井口中佐，难道你听不懂汉语吗？为什么对大冢次郎下达这样的命令？将军，是我错了，我怕将军不好下台，擅作主张。他刚才发布命令的时候，你又不是没听见，装什么孙子啊？二少爷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没来得及阻止。井口中佐，交出你的枪和职务，回去给我好好反省。嗨。荣会长，我保证他不会诬陷荣家人。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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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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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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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塚君、一人はいないか？閣下、みんな似てる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が、どれも違うようでも。将军。多谢你帮我过滤了一下我手下的兄弟，放在以前我还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审查一下他们。事先得罪之处，还望将军海涵。荣会长雅亮，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耿宇，嗨。现在呢？还有一位。
你是说索杰啊？他是我的大管家，是我手下所有兄弟的头。即便他是抗日分子，参与了营救吕良标，也没机会用日语说那个字吧？荣会长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既然洗了，何不洗个干干净净呢？嗨，嗨，嗨，恭喜荣会长。不，应该恭喜将军。荣会长，我有件事想单独和你谈谈。有什么话说吧。二少爷的反日情绪一直很强烈，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，恐怕会给荣会长带来麻烦。这件事情，我还真不能管。而且，将军难道不觉得，有些时候甚至我故意纵容他这么做吗？为什么？我这个承德头号大汉奸，又是帮你们筹集军备，又是帮你们打探徐家姐妹的线索，但我的名字一直没有上他们的黑名单，将军不觉得奇怪吗？你是说和二少爷有关？没错。榕树每次闯祸都是为了承德老百姓出头，这一点徐家姐妹不可能不知道。所以，当他们要把剑对准我的时候，不可能不考虑一下榕树的情面。这好像也符合你们中国的人情逻辑。所以说，他对你们越过分，我就越安全。说实话，要是没他在前面挡着，我还真不敢给你们出这么大力。索爷，那个嗨字到底是谁说的？榕树，当你的大侠就行了，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。哼，不说我也知道，你这么大本事的人，怎么会来给我哥当手下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共产党吧？榕树，我说话你没听见啊？哎呀，哥，咱们自家人说说怕什么？张贺不也是共产党吗？哎，哥。要不咱也参加共产党吧？据我所知啊，像你这种高衙内型的，正是共产党的斗争对象。我那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。再说了，人家不让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二少爷，我倒想要问问，你为什么想当共产党？哎，共产党抗日啊！榕树，今天这话，绝对不能再跟第二个人讲，听见没有？哦。听见了。不过，今天这件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竹木这只老狐狸没那么容易糊弄，万一又到了糊弄不过去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舍车保帅。舍车保帅？对，大少爷就是帅。
别再想着那个男人了。对女人来说，他太不可靠了。容易说，他和鲁大小姐的婚事是双方父母给他们定下的，他自己一直没同意。富家子弟难免拈花惹草。任凭心寒到死呀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的心。